观众朋友们好，这里是大时局，我是王真。事情大条了，中共四中全会进入倒数，网上丢出一颗深水炸弹，孙小果案回到政治核心。更狠的，有说法指他不是普通罪犯，而是张幼霞的私生子，而当年重判推动处决的那双手直指习近平。这不是宫斗剧，是此刻正在发生的中国现实。爆料来自时评人蔡慎坤，习张矛盾已到你死我活。同一时间，传出张幼霞女婿在深圳见人期间突然离世，是巧合还是清洗？别忘了，孙小果案曾被列为1号督导样板，由习亲自点名、亲自部署，而这一切卡在四中全会前夜军中洗牌的档口，再加上网传张幼霞5句狠话，军心底线被明示。如果这些线索拼起来，我们离一场权力临界点有多近？那么，这位被指为张幼霞私生子的孙小果是什么来头？根据维基百科资料，孙小果1977年10月27号出生，原名陈果，后来又使用李林晨这个名字。他的生父叫陈岳，1940年生，1973年从部队转业进入昆明市公安局。生母孙鹤宇，1952年出生于云南昆明，曾又名孙学梅，长期在昆明市公安系统任职。孙小果5岁那年，也就是1982年，父母离婚，3年后，父亲陈岳离开公安系统，改到物资局工作。1996年，因脑溢血中风瘫痪后病退，2016年8月20号去世。而孙鹤宇则在1992年再婚，丈夫是比她年轻6岁的李桥忠。后者当时仍在部队服役，是武警云南边防总队司令部的干部。1996年4月，李桥忠从部队转业到昆明市公安局五华分局任副局长，这层身份背景为孙小果后来的种种不可思议经历埋下了伏笔。你知道吗？孙小果这个名字在90年代末可是震动全国。1994年，他因一起严重侵害女性的案件被判3年徒刑，但他根本没真正坐牢，原因是取保候审，保外就医，也就是说人没关起来。结果他变得更加放纵，到了1997年春夏，他连续对几名年轻女孩施暴。同年11月，又与同伙在公共场合闹出大事，造成1人重伤。1998年2月，昆明市中级法院判他极刑，并裁定立即执行，但这项判决最后没有落实。媒体后来揭出，他之所以能判而不执，正是因为家中人脉通天。母亲孙鹤宇与继父李桥忠被指以重金打通司法与监管环节，金额高达数百万元。要知道，在90年代，这是一笔天文数字。1999年3月，云南省高院将他改判死缓，2007年又改为20年徒刑。但真正服刑的时间呢？2010年4月，他竟因多次减刑提前出狱，实际只关了12年多。出狱后，他改名李林晨，转身变生意人，投资公司，开夜场，做娱乐项目，一副成功人士的样子。但老问题没消失，这桩案件后来被视为中国司法史上典型的权钱交易样本。最近蔡慎坤的一段爆料让风暴再起。他说，如果传出的内幕属实，孙小果的离世牵动到高层矛盾。注意，这是来自自媒体与所谓内部线，属于传闻，尚未独立证实。接下来是工商时间，我们大时局频道会及时追踪各种重大新闻。如果你想翻墙观看我们的节目，我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 VPN， 神盾 VPN。我和我们团队的人觉得这是目前真正值得信赖的安全 VPN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很多人可能都在用 VPN， 但是传统 VPN 存在一个问题，它只用一台伺服器，资料经过加密传到 VPN 的伺服器，然后由同一台伺服器发送出去。也就是说，它不但知道你的来源 IP， 也知道你连去哪里。这意味着只要那台伺服器有风险，你的整条路径就会被看得一清二楚。而神盾 VPN 采用的是独家技术，双节点 P2P 加密架构，资料会经过2台伺服器转送。
第一台只知道你的来源 IP， 第二台只知道你要连的目的地。两台之间端加端加密，任何单一节点都无法还原整条通讯路径，连神盾自己都无法追踪你在网络上的行踪。除了安全，神盾 VPN 的速度和稳定性表现也很出色，可以在全球伺服器自动切换，随时连最近最快节点。而且一个账号可用在手机、电脑、平板，可以全家分享。现在购买2年方案享65折优惠，输入我们的节目专属优惠码大10局，再打9折。30天内不满意全额退款，无风险适用。赶紧点击节目下方描述栏的购买链接购买。大家最关注的是孙小果如何从死刑立即执行一路被改判，最后只服了12年多。这样的反转激起公愤，也引来背后有神秘力量的猜测。按理说，仅靠继父李桥忠的当时职务，就算砸再多钱，也很难把从极刑改到死刑数年后又改为20年这条路打通。于是关于孙小果的身世传闻四起，舆论场上流传最广的说法是，孙小果的生父可能是陈培忠，孙小果的原名叫陈果，和陈培忠同姓，这可能是这个传闻热传的原因之一。陈培忠曾任驻云南的原14集团军40师政委，陈培忠的父亲是中共11军军长、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兼云南省军区司令员陈家贵。陈家贵在2016年去世。另一种说法来自东方周末等媒体的报道，报道引东方消息，指孙小果背后有当大官的生父，但21年来无人敢公开姓名。陈培忠对这些传闻保持沉默，官方也没有直接或间接的辟谣，由此也引发了更多的猜测。现在又爆出了张幼霞之说。张幼霞出生于1950年，他的父亲张宗逊曾任中共部队副总参谋长和总后勤部部长。1968年12月，18岁的张幼霞参军入伍，被分配到驻扎云南昆明的陆军第14集团军第40师第119团6连，从一名普通士兵做起。1971年被调入119团团部机关，在作训股任职。1976年提干后回到基层部队，任陆军第14军40师119团8连连长兼作战指挥，驻扎在云南昆明边境。1994年，张幼霞从14军40师师长的位置上调任重庆陆军第13集团军副军长。公开资料显示，孙小果的生母孙鹤宇一直在公安系统工作，没有军旅经验。那么他和张幼霞有相识的可能吗？答案是有可能的。1977年，即孙小果出生的那一年，孙鹤宇25岁，在云南昆明公安系统工作；张幼霞27岁，在同一地区军营服役。云南军区与地方公安有业务交集，例如边境维稳。因此，从理论上说，两人是有可能认识的机会的。张幼霞和孙小果的继父倒是有可能非常熟络。1994年前，张幼霞驻扎在昆明边境，李桥忠则是云南边防总司令部的警务处副处长，因此两人的关系有可能是比较熟络的。当然，关于张幼霞和孙鹤宇、李桥忠之间是否认识，又是否有着特殊的关系，目前我们无从得知。但是从三人的工作上来看，上述推理是有理论基础的。孙小果出狱后没有悔改，反而凭借家庭势力在昆明黑道上横行。他开设多家娱乐场所，从事卖淫、贩毒、非法拘禁等活动。2018年1月，孙小果与同伙在昆明一酒吧因争执殴打他人，导致一名男子重伤。同年5月，他又因寻衅滋事被捕，但其团伙继续作恶。2018年7月30号，昆明市公安局官渡分局立案。1个月后，当地公安虚构孙小果自首，于8月30号为孙小果办理了取保候审。2019年12月23号，云南省高级法院撤销先前的2次改判，恢复1998年的原判畸形。不幸的是，当年习近平亲自部署和推动了扫黑除恶专项斗争。2019年4月，
中共中央扫黑除恶第20督导组赴云南，将孙小果案列为1号督导案件。2019年12月23号，云南省高级法院撤销先前的2次改判，恢复1998年的原判极刑，同时对他出狱后所犯的新罪加判25年徒刑合并执行。同案中还有19名涉及失职与包庇的公职人员及关系人被判刑，刑期从2年至20年不等，当中包括法官、检察官与监管部门人员。2020年1月19号至21号，习近平在云南考察期间特别提到此案，他强调要把扫黑除恶与反腐行动结合起来，既要查清涉黑组织，也要把处背后的保护伞，并要求地方深刻吸取孙小果案的教训，以案促改。习近平是否知道关于孙小果身世的传闻，我们不得而知。但是在习近平云南视察1个月，12月20号，孙小果被执行极刑，终年44岁。2020年3月25号，云南高院召开全院警示教育大会，聚焦孙小果案的司法腐败问题，有60人受到了党纪政务处分，50人被调整职务或免职。除了孙小果案被传与张幼霞有关之外，近期还出现另一条颇受关注的传闻，那就是张幼霞女婿的离世事件。有消息指出，这起事件或许间接牵涉到彭丽媛的人脉圈。时评人蔡胜坤在节目中提到，这消息来自他的一位极为谨慎的朋友，而这位朋友的消息来源据说正是张幼霞家中的知情人。传闻指出，张幼霞的女婿曾前往深圳，准备拜会时任市委书记孟凡利，但在当地突然离世，具体原因不明。外界之所以关注，主要是因为孟凡利与彭丽媛的关系特殊。孟凡利被视为山东帮核心人物之一，早年仕途与彭丽媛关系密切，被认为是他一手提拔的亲信。2022年，孟凡利在中共20大上以副部级官员的身份进入中央委员会，这在体制内极为罕见。至于张幼霞女婿的离世是否与此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联系，蔡胜坤并未细说，只强调这是一桩发生在会面期间的突发事件。他分析说，尽管中共高层表面上看似风平浪静，张幼霞在习近平面前也一再表示恭顺，但实际上两人之间的心结与不满早已积压多年，几乎无法化解。就在蔡胜坤爆料之前，网络上传出了中共元老胡锦涛、温家宝和张幼霞举行了秘密会议。期间，张幼霞抛出了5句震撼发言，声明了军方底线，要求为紧急情况做好预案。10月6号，时评人山东和夫在其自媒体频道中爆料说，张幼霞、刘源近期拜会了胡锦涛、温家宝，并且召集了汪洋、胡春华，探讨关于习近平的去留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极端情况。据知情人士透露，这次会面被安排在北京西山一处戒备森严的官邸内，总共历时2个多小时。会谈期间，张幼霞抛出了5句令人震动的表态，每一句话都直指当前党内局势的敏感点。第一句是，如果中共4中全会习近平不能全退裸退，我张幼霞的后果，想必老领导们应该都知道。张幼霞说，固然军队的忠诚是党的事业基石，但是忠诚不是盲从。如果4中全会不能按照规矩办事，军队内部的压力将会很大。我肩上的担子你们都清楚，如果局势失控，后果你们应该都明白。第二句话是，如果中共4中全会习近平不下台，汪洋和胡春华面临着巨大的人身安危。我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这是军方内部的一些信号。第三句话是，虽然党内的斗争从来都是暗流涌动，但是现在不同以往了，有些矛盾已经压不住了，可能会浮出水面。如果处理不好的话，甚至可能会演变成公开的冲突，甚至是武斗。第四句，张幼霞说，我在军中几10年了，我知道军队的底线在哪里，但是如果局势失控的话，我可能也无能为力了。所以你们要帮我想想办法，要准备好预案。
所谓的局势失控是指，如果习近平届时不主动交权，这种行为会突破军队的底线，引发军队的公愤，届时军队可能会公开造反，局面将可能一发不可收拾，他自己都可能控制不住。张又侠的第5句话是：有些事情既然做了，就没有办法改变，没有办法停止了，就像是高山上的石头，滚下来就停不住了，我们只能尽力的引导，但是结果如何，谁也说不准。当然，这份爆料的真假我们无法判断，但是从内部本身来看，如果关于孙小果真实身份和张又侠女婿离世的爆料是真的话，那么张又侠的这5条重磅发言就很容易理解了。当断则断，或许是张又侠最后的自保之路。这就是中共今天残酷的政治现实，非常残酷，非常之血腥。这也就意味着未来的中共会发生更多荒唐离奇的事情。当然，鹿死谁手，我们将持续为您关注。这里是大时局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